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踩在一把飞天汽油巨上，指挥着众多自走机械飞速撤退。小爱同学也从水中升了起来，接应众人撤离。我带着自走机械回到了车里，这才有空查看缴获的物资。除去几个玩家死亡留下的宝箱之外，剩下的就是一把长剑和一个半边脸的面具。武器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黑伞，将长剑放下，我好奇地拿起了那半张面具。难道说这东西也是一件量子结晶打造的物品？带上它，带上它，你将获得一切。我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内心之中低语，我的手也变得有些不由自主的想要把面具戴到自己的脸上，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豆大的汗珠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玩意？我拼命的挣扎着，可是身体上不听命令的区域越来越大，从手指逐渐蔓延到了整条胳膊，而且正在向着纵深蔓延。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拿着面具的手也不断的靠近我的脸，我拼命的向后仰着身体，可是也无法阻止面具距离我的脸越来越近，甚至在面具中还渗透出了丝丝缕缕的黑气，黑气之中有着无数狰狞的脸。就在这时，忽然一张纤纤玉手将那半张面具扯了过去，我瞬间感觉到脑海之中一片清明，身体也瞬间恢复了控制。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随后仰头一看，一个穿着女仆服装的小姐姐正站在我的面前，手中正拿着那半张面具。见过，小姐姐。你很不错，居然能在邪神的低语下坚持这么久。邪神的低语是这东西的名字，还是说这东西来自邪神？都可以，你很敏锐，这东西确实来自邪神，专门用来蛊惑策反玩家的，而且这种东西的形状万千，以后遇到了要小心。把你的卷者徽章给我。给你。居然弄到了1000多积分，很快嘛。侥幸而已。不要光想着攒积分买商城里的东西，最好把等级提升起来，好处很多。女仆小姐姐手指一抹徽章，徽章上多出了一道闪电的印记，给你附加上了女神冕下的印记，以后就不会被邪神蛊惑了。这个面具我拿走了，这玩意就给你交换，算是弥补你的损失了。女仆小姐姐将一个指环扔给了我。还有，我叫……女仆小姐姐说完便消失不见。我低头看了一眼卷着徽章，上面多了一行提示：被女神眷顾的幸运儿，永远不会被邪神蛊惑。这是抵抗迷惑的 buff。随后我拿起那枚指环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瞬间精彩了起来。蛮牛指环，特殊物品，佩戴后长度提升20%，耐久提升50%，体力提升100%，让你重振雄性雄风。附带技能野蛮冲撞，蛮牛之力，相位猛冲，翻江倒海棍，翻云覆雨手。这玩意我有1枚了，还给我1枚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林小姐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是随手拿的，还是有什么隐喻？我拿着指环左右看了半天，也没发现这指环和原本的那枚有什么不同。算了，继续拿回去做研究吧，就当多了一个试验样本。随后我来到了那些青铜宝箱前，一个个将其打开了。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1人多高的雕像，赫然正是胜利号的剑手雕像。瓦尔基里的守护6级雕像，符文装备，可当做6级专用配件使用。启动后可以获得瓦尔基里的守护，在1分钟内抵挡任何伤害，冷却时间1小时。原来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吗？早知道这玩意的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我就卡着冷却期干掉对方了，也不至于出后面这些乱事。小爱同学，上岸继续赶路。我开着车向着运河那边开过去，就在这时，对面传来了一阵阵的马达声。我扭头一看，一辆气垫船刚从对面的河道里爬上了岸，正好和我撞了一个对脸。对方看着我的悍马车从水里冲出来，一脸懵逼，什么时候悍马也能涉水了？兄弟们，干掉这个家伙！气垫船上的几个人率先扔下了步履，操起气垫船上的机枪，对着我的车子猛射了起来。众多子弹打在了我的外壳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这可是你们自己动的手，这就别怪我了。启动瓦尔基里的守护，一道银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了我的车子，而那些子弹则被那道银光纷纷弹开了。这是什么？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忽然在他们的身后，一道巨大的水花飞溅起来，一条巨大的安康鱼从水里探出了头。安康鱼张着大嘴猛地冲到了岸上，将气垫船连同我的车子一起吞了进去，随后再次没入到了水中。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在车里连续转了好几个圈，这才勉强抓着扶手稳住了身体。情况怎么样？车体状况良好，银色光幕还有42秒持续时间。旺财轻伤，莉莉丝因为忽然变故导致实验失败，现在很生气，处于易怒阶段，建议不要轻易靠近。阿伟头部撞到尖锐物体死亡，正在复活中。可怜的阿伟，立刻分析脱困的可能性，并罗列办法。
最优解为利用激光发射器进行攻击，但是光幕之外都是3叶，我担心3叶会伤害到激光发射器，这是我们唯一的8级武器，在找到可替代物品之前，应尽量保留。确实如此，有替代方案吗？此时，在光幕之外，正有半截腐蚀的残破不堪的尸骨飘过，正是刚才那机枪对着我扫射的玩家。可以尝试使用次声波干扰安康，让其呕吐，将我们吐出去。不过成功几率未知。那就先试试看吧。我有办法。我回头发现莉莉丝推门走了进来。什么办法？快说说。这玩意有啥用？这是我最近研究出来的超延展泛用性 TT， 无论大小尺寸如何，都可以自动调节到最佳尺寸，达到最佳的舒适度。这是材料学上的创举。可是这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为了满足你的各种奇怪癖好，免得插错了地方伤了身体，我特意增加了这东西的抗腐蚀性，哪怕是外面这种腐蚀性极强的强酸也不在话下。所以呢？把这个东西套在车上。我没开玩笑。那试试吧。莉莉丝将手中的 TT 交给了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手拆开了包装，随后撑了起来。那个直径最多2公分的 TT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拉伸着，我小心翼翼地看着，生怕下一秒就被撑爆了。延展力好强啊！那是，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发明。守护剩余时间10秒，开始尝试进入。小爱同学控制着车子向着 TT 里面驶去。进去了。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车子缓缓地驶入了里面。守护时间到，银色光膜破碎，滚滚的酸液向着我的车子流淌了过来。4个机械手臂同时松手，薄膜紧紧地贴在车身上，将车体大部分都笼罩在了里面。留在外面的就只能下了一个等离子喷射器。点火。等离子喷射器喷射出了熊熊火焰。宽阔的航道之上，一条死掉的安康漂浮在水面上，在他的肚子上多出了一个大洞，洞口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焦糊味道。而我的车子则停在安康的尸体之上，我穿着电磁战甲，正在往下扯薄膜。你说你把这玩意设计的这么结实干嘛？刚才你可是生怕这玩意不结实，现在反倒抱怨太结实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我费尽了9牛2虎之力，终于将薄膜从车上扯了下来。为此，把电磁战甲里的储备电量都耗费了大半。你这个电池有些问题，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超负荷使用的时候，电量消耗猛增。你看我一开等离子喷射器，能量表就嗖嗖的往下跌，让我都不敢轻易使用。你那个本来就是试验品，有些技术问题都是正常的。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真的吗？有真的电磁战甲了？虽然也是试验型号，但至少比你身上这款强上不少。新款的电磁战甲外形上仍然以白色为主，胸口和四肢带有少量规则的蓝色色块，看起来十分的整洁。有什么新功能？新功能有很多，当然最杰出的就是这个。电磁战甲瞬间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差点闪瞎了我的狗眼。我连忙拉下了面甲，同时用手遮挡。通过手指的缝隙，我可以看到此时莉莉丝身上的电磁战甲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镭射灯，身上散发着各种炫彩光芒，像是置身于迪厅一样。各种炫彩的光芒晃得人眼睛都快瞎了。大圣，快收了神通吧！对不起，按错了。各种炫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流光在战甲的表面流动，这些流光就像是流水一样，在战甲表面流淌。你裤衩是什么颜色的？章鱼哥纪念。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胸前的卷者徽章散发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了。你不是想知道新功能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催眠诱导，利用声音、光芒和气味将人在不知不觉中催眠，然后进行各种诱导性提问，获得信息，甚至还可以针对性的植入某种信息，具体效果根据对方的体质有所波动。因为只是初级版本，想要升级的话，需要收集更多的样本和资料，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所以以后多用一用这个功能，丰富一下数据库。催眠，原来是这个玩意，还有什么新功能吗？还有一些数据系统的优化，比如数据作战、数字地图、新传感链路什么的，这些你都自己体会。当然，最主要的是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什么？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没有这个东西我怎么飞？你听我说完，每次都是这么急吼吼的。去掉了等离子推进器，主要是因为这东西的性价比不合适。我在电磁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开发了磁悬浮系统，现在放在你身上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的话，就可以安装在车子上了。到时候就不用再纠结于使用哪种车轮，不用再局限于公路，而是直接悬浮在公路之上，各种地形都将不再是障碍。这个牛逼！有了这个磁悬浮装置，那在空中行动就方便多了。
喜欢吧，喜欢就多练习，多收集实验数据，数据越多，试验进度就越快，这一天就会更早一点到来。我有一个办法能加快获得数据的速度。什么办法？把这套系统给飞天汽油锯和自走机械都安装上。我一个人收集的数据肯定有限，而且我也不可能总是冲在第一线上，他们平时使用的机会更多，给他们加装上，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这倒也是个办法。还有，帮我把浮油炮改装成飞天汽油锯吧。哦，我记得之前你是为了面子死也不肯改的，现在怎么变了想法了？这个其实我仔细想了想，飞天汽油锯的样子也不是不能接受，不过如果能优化一些的话就更好了。其实，在胜利号船舱航道之战中，我就发现了浮油炮的弊端，那就是攻击手段太单一，只有高压电流。放心吧，已经在电磁战甲之中内置了飞天汽油锯的控制系统，另外也优化了编队系统，已经可以初步实现万箭归宗了。莉莉丝一挥，数百把飞天汽油锯在空中汇聚出了一把巨剑的形状，悬浮在众人头顶，伴随着恐怖的嗡鸣声，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而且这些飞天汽油锯还在不断的释放着电流，一时间巨剑之上电流涌动，周围狂风大作，真的给人一种巨剑随时会劈砍下来的感觉。你把这个叫做万剑归宗，不过声势什么的倒是足够了，倒是可以用来装波衣。还有最后一件事。什么事？我想要替小爱同学向你要一件东西。什么东西？需要你亲自出面替他讨要？他自己不能直接对我说吗？他的主观想法是一切都替你考虑，尽可能的向你提供帮助，而不是向你索取帮助，哪怕有问题也会自己进行处理，这也是他没有主动向你索取的原因。不过如果你要是能把东西给他的话，研究进度会大大加快，我是看不过去了，才差这么一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身上难道还有这种玩意吗？梦境宝石。梦境宝石？哦，在这里。这是我在螺旋山脉世界边界村副本之中获得的物品。早说嘛，反正放在我这也没用，需要尽管拿去。我叫出了小爱同学，以后有什么需求就立刻对我说，只要是我有的都会全力支援你，没有的我也会尽可能去弄到手。有什么事情不要都闷头自己解决，明白了吗？好的，指挥官。还有什么需求吗？一块说了吧，我争取一次性给你解决。说吧，你的研究有进展了，对他好处也不小，不用藏着掖着。我需要申请一块原石和一块量子结晶作为研究，原石用那块小的就行，量子结晶用那把匕首就可以了。那把匕首我可以做主给你，不过那个小块原石是莉莉丝的，你愿意吗？我无所谓，已经转生了，就不需要寄存灵魂了，哪怕需要，也有一块大的做备用，足够了。那好，那我就做主了，这些物资都调拨给你。谢谢指挥官，我会尽快做出成果的。还有什么需要吗？没有了，我这就回去工作。对了，我扭头想要问莉莉丝一点事情，却发现莉莉丝早就离开了。这家伙，我看着沉下去的太阳，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忽然我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情景，不由得一惊，立刻蹲下了身体。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发现在不远处似乎是有一群巨大的建筑，只不过雾气蒙蒙看不清楚。在建筑群中，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伫立在那里，金字塔的塔尖有一块巨大的金属尖顶，散发着闪烁的光芒。我向前数了数，我距离那个巨大的金字塔似乎只剩下了3道河道左右。我不是应该在第9或者第8河道吗？怎么跑到第4河道来了？难道说是那个安康把我带过来的？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岸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轰鸣声。我扭头一看，5、6辆巨大的钢铁列车从远处驶来，这些钢铁列车冒着黑烟，车身上挂满了各种装甲板，车身上的炮门都被打开，一门门火炮从里面伸了出来。这是海格的装甲列车，他怎么在这里？我记得海格在昨天晚上被其他半神带走了，当时列表上人都消失了。小爱同学，查查对面那些车子安装没安装灵境系统，看看编号是谁。指挥官，根据灵境系统编号，这些正是海格线上的车和他的半兽鱼齿轮车队。还真是他们。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海格显然是加入了飞跃女神的阵营，双方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一定要有一方死亡才行。到底要不要出手？河上的兄弟别开枪，我们也是飞跃女神的属下，刚刚加入进来的，正在进行河岸巡逻。你在区域频道上能找到我的名字，海格，你可以核对一下，咱们可以私聊验证。这是什么情况？他们觉得指挥官开的是一艘奇怪的船，以为是自己人，这是根据灵境系统间听到的对话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样的吗？居然把我当成了同伴。我低头看了看脚下巨大的安康尸体，再看了看落下的夕阳和昏暗的光亮，如果不注意的话，还真容易错认成造型怪异的大船。既然没认出来，那就先这样，向前开一段时间再说。看到我没有说话，
海格等人也不敢乱说什么，毕竟他们是新加入飞跃麾下，座驾也和其他人不同。这一路上下来，没少遭受白眼，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大约过了10多分钟 ，RQ-180传回了一条消息，在前方100公里的位置有一个大型的码头，大量的船只聚集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有大量的船只。我立刻爬了起来，查看着 RQ-180传回来的，在照片上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停靠在一个巨大的港湾里。从照片里，我就看到了巡河炮艇、快速登陆舰、铁甲舰、无畏舰、超无畏、巡洋舰，还有大量的风帆战舰、盖轮船、飞简船、宝船，各种船只穿插其中，像是一个巨大的船只博览会。当然，在众多船只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艘酷似俾斯麦的战列舰，巨大的身躯在港湾里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给人压迫感十足。这么多战舰停在这里干嘛呢？不过，不管你们打着什么主意，都不重要了。我兴奋地搓了搓手，如果把这些船都打沉的话，那么收获一定会不小吧，至少上千分应该是少不了的。做好准备，换装高超音速导弹，一轮齐射，争取将他们全都打垮在港湾里。尤其是那艘战列舰，绝对不能放跑了。明白。小爱同学连忙将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里的导弹，大部分都换成了锆石高超声速导弹。不过，为了稳健起见，还是保留了4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量的飞天汽油具被弹射了出来。大量的飞天汽油动力具在空中组好编队之后，向着海港的方向飞去。发生了什么？看到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汽油动力具，海格等人惊呆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方向是海港方向，这么飞去肯定不怀好意。他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快向港区汇报，敌人有开船的玩家，一定要加强警戒。另外要把防空力量组织好。另一个玩家试图在舰队通讯器里喊话，可是通讯器里全是杂音，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信号。怎么办？既然无法阻止，那就干掉他们。至少我们阻止了基地的损失继续扩大，这样对上面也有个交代了。可是这家伙明显不好对付，那么多垂直发射导弹，万一要是没干掉他，让他把矛头对准我们就全完了。如果我们不能干掉那家伙，才是真的完了。老大，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而且我们这么多装甲列车在旁边，一线列阵线排开各种大小火炮300多门，优势在我，准备行动吧。战斗队形准备。一辆辆钢铁列车按照战斗队形排成一字长蛇阵，一门门火炮从炮口中推了出来，对准了不远处我的车子。为了让火力发挥到极致，甚至连各种口径的机枪都没放过，全都拉了出来。甚至一些玩家扛着突击步枪和 RPG 亲自来到了战斗。报告战备情况，各战斗岗位已经就位，火炮准备就位，雷达已锁定，火箭弹装填完毕，通讯链路链接完毕，已经完整战斗准备。有了灵镜系统的辅助，再加上3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有心所无心之下，赢面很大。干了，开火！海格点燃了一支精品雪茄，抄起了一把蒸汽机枪，扣动了扳机，一连串夜光弹扫过，在飞叶之中划过了一道道闪亮的弧线。然而10几秒过后，海格感觉有些不太对劲，除了他们几个玩家手中的单兵武器之外，一门火炮都没有开火。怎么回事？可是一直有问必答的灵镜系统却一点回音都没有。不光是灵镜系统，就连所有的通讯设备也全都断掉了。对讲机里除了杂音之外，没有任何声音传来，那些操作屏幕上也全是雪花点，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什么炮系统？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在关键时刻坏了？不过还好他留了一手。海格拉断了分闸门，断开了系统链接，准备使用原始手段操控火炮。可是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却愕然发现所有的火炮全都被退回到了初始位置，参数归零，就连炮弹也都退出了炮膛，全都好好的锁在弹药库里。这海格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他急急忙忙跑去弹药库去取弹药，可是还没等到他跑到弹药库前，就感觉到身体猛地飞了起来，随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看着旁边一台台炸成碎片的装甲列车，我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原本还打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放你们一手的，谁让你们自己非要自己作死呢？我对这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身份更加的厌恶了，迫切的想要找到一种能彻底摆脱这种身份的方法，至少可以不再面对这种和熟人互相残杀的局面。有什么办法吗？我拖着下巴思索了起来，一个东西硌了我一下。什么玩意？我摸索了一下，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手机，这是爱丽丝在临走之前留给我的手机，据说可以通过这玩意传递消息，甚至还可以跨世界传递消息。试试看。人民穿越公路求生，我打开了手机，通信列表里就只有爱丽丝一个人。爱丽丝小姐，能问一个问题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半神间的对抗？2个办法。真的有办法？能具体说说吗？第一个办法很简单，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
努力的参加对战，把积分提升上去，将眷属等级提升到100级，就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参加对战，还提升到100级。我的目标就是脱离对战，摆脱那种和熟人对战的可能。结果实现路径竟然是努力参加对战。那第二个办法呢？第二个办法没有操作性，简单的来说，首先你要是一个虚数世界的土著，其次在没有半神的引导下觉醒，最后没有被半神招募，自主参加一些觉醒者组成的组织，这样天然就可以不用参加半神间的对战了，就像是我这样。如果转生到土着世界呢？比如我投胎到土着世界，然后借此脱身呢？想多了，这里的必要条件就是没有被半神招募，如果已经被招募的话，灵魂上就会被打上该半神的印记，哪怕死亡也无法更改，这种印记只有半神级别的存在才能抹去，只有提升到了100级之后，你才能获得改变命运的资格，在此之前，你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叶子而已，只要不提升到100级，无法获得那个机会，终究会有一天被浪花打翻，永世不得翻身。那个机会到底是什么？很抱歉，现在我还不能说，因为没有到达那个阶段，知道了反而对你有害。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提前告诉你，那就是现在想要做什么，尽管去做。等到了那个机会，获得了改变命运的契机，一切都将会被改变。那些你之前所做过的错事，都能被抹去、被修改，一切意难平都将被改写。所以在那之前，不要害怕犯错，也不要担心会留下麻烦和遗憾，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要努力提升等级了。我倒要看看提升到100级之后，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指挥官发现有敌人准备偷袭。偷袭！我一愣，连忙将手机收了起来，扑到了3D 地图前。偷袭者在什么方位？是从那个海港出来的吗？偷袭者是从后面靠近的，并非来自军港方向，对方是一艘潜艇，正在水下。小爱同学将3D 地图进行了放大，在后方50公里左右的位置，一艘潜水艇正在水下高速航行着。这艘潜水艇呈水滴型，水下速度极快，正在飞速地向着我所在的方位靠近。能判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并准备攻击了吗？已经侦测到了对方的火控雷达，并且鱼雷发射管已经打开，预计10秒钟之后将会发动进攻。10秒钟之后发动进攻，立刻做好反鱼雷准备，然后进行反击。那一枚画着鲨鱼头的巨大鱼雷发射了出来，看着那枚长度超过了8米的巨大鱼雷，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玩意一看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大型战舰的。我拿出了黑伞，防备着万一小爱同学没拦截住，就用黑伞的绝对防御来抵挡。4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悉数射出，2枚一前一后直扑奔袭而来的鱼雷，剩下的2枚直扑远处的水滴型潜艇。1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击中了鱼雷，在水中发出了剧烈的爆炸，水花溅起了10米多高，而剩下的3枚也接近了潜艇。那艘潜艇也发现了射来的反潜导弹，面对反潜导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只能看着反潜导弹击中自己的外壳，轰然爆炸。解决了。忽然发现，在一大片潜艇碎片之中，一艘怪模怪样的小船出现在了视线之中。这又是什么船？在3D 地图之上，一艘更小型的潜水艇从原本的潜艇残骸之中脱离了出来，随后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地图旁边的参数上，那艘小型潜艇的速度直接飙升到了100节，堪比它之前发射的鱼雷，而且速度还在急速提升。把它给我打下来。明白。小爱同学立刻将2枚新装填好的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发射了出去。然而，那艘小型潜水艇越跑越快，而且还在头部冒出了大量的空气。这些空气在潜艇外面形成了一层空气空泡，无形中大大的降低了潜艇的阻力，提到了速度。一瞬间，潜艇的速度提升到了200多节。这已经不是在水下航行了，几乎是在水下飞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在对方将速度提升到200节后，不出意外的落空了。登陆，准备战斗。遵命。小爱同学立刻操控着车子返回了陆地上，并且将近防炮和激光武器都准备妥当，准备在陆地上迎头痛击的。而我则派出了不少自走机械，潜藏在各处比较昏暗的地方，等着打对方的冷枪。我刚刚布置妥当，那艘小型潜艇就开到了我所在的位置。有本事你上来啊！然而下一刻，我惊得差点掉了下巴。那艘小型潜艇居然从水中一跃而起，冲到了半空中，像是一条跃出水面的大鱼。要只是如此就算了，最让人惊愕的是，这艘小型潜艇居然在空中开始变身。原本水滴形的外壳眨眼间裂解开来，不出5秒钟，那艘小型潜艇竟然变身成了一具6米多高的机甲。那机甲十分的灵活，甚至在空中来了个空翻，向着我的车子踩了下来。不需要我提醒，4门近防炮就一起开火了，金属组成的弹幕将整片区域封死起来。
让对方根本无处可逃。密集的金属弹幕甚至打破了不少关节连接处，让电火花直冒。而我则趁机将车子推出去200多米远，银灰色的机甲落在了地上，将地面踩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一面巨大的塔盾竖立在了他的面前，挡住了密集的金属风暴。机甲举着巨大的塔盾当作遮蔽物，猛地向着我冲了过来。等的就是现在。我眼睛微微眯起，按下了激光发射的按钮，一道拳头粗的激光射出，无坚不摧的光柱直接射穿了塔盾，同时也射穿了机甲的左胸口处。这一下虽然没有直接要了对方的命，但是机甲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动作也变得不协调了。机甲忽然举起了自己的右臂，手臂上的手掌掉落，从里面伸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炮口，一发黑色的炮弹向着我急速射来。那炮弹上一连串金色符文闪烁，狗大货！我连忙让近防炮拦截。4门近防炮立刻射出弹幕，试图拦截那枚漆黑的炮弹，但是这炮弹上面的金色符文不断的闪烁，在炮弹外面裹挟了一层金色的罩衣，将所有的子弹都拦截在了外面。炮弹依旧畅通无阻的向着我飞了过来，真难缠。我抽出了黑伞，准备使用永恒守护来抵挡这枚炮弹。忽然从我胸口的位置冒出了一团白光，这团白光急速扩张，直接将车子囊括在了其中。那枚漆黑的炮弹一头撞在了白光上，黑色的炮弹轰然炸裂，我感觉眼前一阵的漆黑，面前呈现了一个直径1米的小型黑洞，周围的一切都被迅速席卷一空，像是被人用刀切割下去一块一样。然而白光所笼罩的区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甚至连灰尘都没飘起。全民穿越公路求生，那座小型的黑洞晃动了2下，轰然溃散，但是曾经被吸入其中的物品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黑洞溃散之后，白光晃动了一下，也消失不见。伟大的女神冕下感受到了你将会遇到生命的危险，对你进行了庇护。原来是触发了这个技能。我的眷属徽章拥有女神的庇护的技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几率触发，触发后处于无敌状态，至于时间则由好感度而决定。女神地庇护的出现让那个银灰色的机甲大惊失色，立刻向着旁边翻滚，准备跳入水中。然而他刚刚滚落陆基，正准备落入水中，竟然不由自主地浮了起来。机甲满脸懵逼，他低头一看，赫然发现数十把汽油锯正拖着他缓慢飞行。光是托举也就算了，这些汽油锯还刁钻地卡住了他身上的几处大关节，让他动弹不得。还有一部分汽油锯正在尝试着锯开他的身体。谢特，机甲背后忽然弹出了8条机械触手，这些触手末端都带有锋利的抓钩，8条机械触手向着那些汽油锯抓了过去，想要将这些汽油锯从身上扯下来。然而还没等他的计划实施，一连串问响响起，一枚枚金属弹丸从黑暗处射出，直接将一只金属触手打成了2截。看到这番情景，机甲驾驶员知道大势已去，无奈地按下了一个角落里的红色按钮，机甲的头脱离了身体飞了起来，等离子火焰带着他急速向着高空而去。你给我等着，我迟早要回来复仇的。他10几个世界的积累全部葬送，只带着一个机甲的头颅离开，这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不能承受的损失了。咱们之间没完，等我回到组织里补齐了装备，我一定会复仇的。然而下一秒，让他惊恐的一幕就出现了，我和地面上的车子竟然越来越大，追上来了。机甲驾驶员连忙按动推进器，想要加快速度。然而此时小爱同学已经侵入了他的控制系统，暗暗地控制着推进器调转了方向。机甲驾驶员越是加速，就越接近地面。等到机甲驾驶员发现的时候，机甲已经处于失速状态，完全失去了控制。机甲的脑袋摔到了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随后机甲化作流光消散，只留下一个青铜宝箱留在原地。这是把自己摔死了？这家伙是专门过来搞笑的吧？不过这家伙也确实很强就是了，要是1、2个世界之前的我，还真的未必能做到这么游刃有余，说不定还要吃大亏。看来老子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嘛。我将宝箱捡了起来，随手打开，一张图纸掉落了出来。机甲改造图纸，让潜艇具有机甲变形功能。改造后可选择性保留4种武器作为机甲武器插件，保留武器的体积不能超过机甲体积的15%。这东西居然只能作用于潜艇，不能作用于汽车，这就十分的遗憾了。幸运的是，这玩意挺值钱的，居然可以卖50个积分，堪比50条人命，也不算亏。我准备先给莉莉丝作为设计下一代机甲的参考，然后再卖积分，来个一鱼两吃。指挥官，由于刚才攻击被打断，袭击的港湾的计划未能尽全功，大量风帆战列舰凭借灵活的身形和低热源躲避了导弹的突袭，驶离了港湾。我看了看积分，已经上涨到了3121分。核算一下，我刚才袭击海港，居然杀掉了1000名敌对玩家，可以说得上是战功赫赫了。如果要是再将那些青铜宝箱算上的话，估摸着能上4000分。在这个世界，估计也没有人能超过我这个记录了吧？
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河面上飘起了雾气，不知不觉间，雾气将周围的一切都包裹了起来，视距被压缩到了2米之内，更远处就只是浓重到化不开的雾气。不对劲，小爱同学，立刻检测周围雾气的成分，检查毒素，检查周围的热源变化，查看是否有袭击者，另外查找撤离的路径。雾气不含已知毒素，但含有少量未知成分，无法辨别，已经启动自动净化系统，热源未发现变化。就在这时，我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木板的挤压声。什么声音？怪异的声音越来越强了，像是有人在推动着一扇年久失修的破木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期间还有一些杂乱的东西落地的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我全神戒备的时候，忽然一只骷髅从迷雾之中钻了出来，出现在我面前。骷髅手中抓着一把弯刀，弯刀几乎已经被锈迹覆盖满了，一看就是叠满了破伤风罢了。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骷髅的眼眶里冒着2团绿色的。我操！那骷髅兵看到我之后，眼眶中的灵魂之火猛地跳动了2下，嘴巴发出了咔咔的声音，看起来似乎十分的兴奋。手中的破伤风加12弯刀猛地向着我砍了下来，我连忙一闪飘到了旁边，与骷髅兵拉开了距离。这时近防炮也瞄准了骷髅兵，密集的金属弹幕很快，这只骷髅兵就变成了一地的碎骨，好像也不是很可怕。然而，还没等我高兴完，那只骷髅兵居然又开始缓缓地爬了起来。那些破碎的骨头又重新拼接到了原本的位置，就连骨骼之间的裂缝也开始拼合起来。骷髅兵再次举起了手中的弯刀，向着我冲了过来。物理攻击不起作用吗？那试试这个魔法攻击。我飘到旁边，抬手对准了骷髅兵，一道紫色的高压电流射向了骷髅兵。可是骷髅兵还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向前冲，甚至连灵魂之火也没什么变化。电系抵抗，那试试火系。我连忙抓起了一个火焰喷射器，对着骷髅兵焚烧起来。可是那骷髅仍然迈着大步追着我砍，一点受到伤害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与此同时，迷雾之中也响起了阵阵枪声和电浆手雷的爆炸声。显然，周围的那些自走机械也遭遇了这些骷髅兵，现在正在进行交火，形势不容乐观。小爱同学，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攻击手段吗？现在还剩的攻击方式只剩下了阿雅小姐。阿雅，我记得对方的能力类型是超能力，能力效果是冻结，可以将物品冻成冰块，然后碎裂掉。也行，让他出来试试。好。30秒过后，车门打开，阿伟穿着一件作战服，拎着加特林机枪率先冲了出来。阿伟大喊了一声，对着骷髅兵扣动了扳机。骷髅兵顶着加特林的扫射，一刀刺进了阿伟的胸口，扑通，阿伟倒在了地上，开始等待复活。笨蛋哥哥，每天不作死个1-2回就好像缺点什么。骷髅兵干掉了阿伟之后，举着弯刀向着阿雅冲了过来。此时的阿雅正好在火头上，骷髅兵一下子撞到了枪口上。冰封。阿雅向着骷髅兵伸出了左手，气势汹汹的骷髅兵瞬间被一道厚厚的寒冰冰封在里面，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冰雕。给我吧。阿雅单手一捏，巨大的冰雕变成了漫天的碎片，骷髅兵也变成了遍地的碎骨头渣子。然而那些碎骨头又开始向着中间聚拢，一个崭新的骷髅兵眼看着又要重新站起来。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看到不断复生的骷髅兵，我也感觉到有些头疼。就在我一筹莫展，准备使用黑伞降维打击的时候，莉莉丝忽然推开车门走了出来。不要去打这些骷髅兵了，只要能量充足，无论杀死他们多少遍，他们就会不断复活。想要干掉他们，除非干掉能量源。能量源？没错，经过我的观测，我发现这些骷髅兵每次恢复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特殊能量汇聚，让他们得以复苏，而周围的这些迷雾则是能量的来源。更有意思的是，迷雾中的能量浓度是不均匀的，越往边际，能量的分布就越少，而中部地区能量更加丰富。所以我猜测，在迷雾中部地区一定有一个核心控制着这一切。也就是说，只要解决了核心，就能干掉这些东西。根据推测，确实是这样。那核心区在哪边？根据我的观测，在那边，距离大概在200米到300米之间。走过去看看。我立刻上了车，向着300米外的位置开了过去。小爱同学操控着车子向前驶去。那个被阿雅打成碎骨渣的骷髅兵刚刚恢复到了一半，就被巨大的车轮重新碾成了碎片。小爱同学控制着车子刚走了100米左右，莉莉丝忽然说道：修正方向，向11点钟方向前进。那个核心移动了。那个核心还能移动？没错，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在移动。如果感知没有错的话。修正方向，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小爱同学修正了方向，继续向前前进。我发现那个迷雾中的核心确实是一直在移动，而且越靠近对方，对方的移动速度就越快。还剩最后一点距离，冲过去
看看对面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小爱同学控制着车子，猛地向前冲去，前方忽然豁然开朗，浓雾散尽。我抬头一看，前方已经到达了河道的边缘，在河道上，一艘风帆战舰正在河面上缓缓行驶。这艘风帆战舰看外形是一艘盖轮船，4条桅杆，后面是高大的尾楼，两侧开了不少炮窗。不过这艘船看上去破破烂烂的，白色的风帆脏兮兮的，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而且上面到处都是大窟窿，船板锈蚀不堪，船帮上甚至还有一个大洞，2个骷髅正拿着水盆往外倒水，像是腐烂版的黑珍珠号。看到我的2个正在倒水的骷髅一愣，随后怒吼了一声，拎着手里的脸盆向着我冲了过来。2个骷髅刚刚从洞里跳了出来，落到车子面前，就被车子直接碾到了车轮下面，变成了碎片。为了防止2个家伙复活捣乱，小爱同学在上面来回碾压着。如果我的感知没出错的话，这艘船就是能量的来源。派飞天汽油锯上去，把这东西给我拆了。大量的飞天汽油锯腾空而起，向着盖轮船扑了过去。看到大量的汽油锯飞来，整艘盖轮船像是活过来一样，大量的绳索活动起来，像是一条条触手一样卷向了汽油锯。然而汽油锯动作异常灵活，非但没有被绳索缠住，反而让疲于奔命的绳索搅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死结，挣脱不得。随后大量汽油锯落到了船板上，开始疯狂锯木头。这时一个穿着船长服的骷髅从船长室里走了出来，他抽出腰间的细剑，猛地一扫，将一把汽油锯砍成了2截，随后直接跳下了船，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哟，正主出来了。从这家伙样貌上来看，他极大可能不是玩家。玩家的船我无法拆解，但是土著的船那就不好说了。阿雅，能不能把他的部分身体冻结起来，只留下脑袋能说话就行？我试试冻结。干得漂亮，走去看看这个家伙。我打开了车门，向着骷髅船长走了过去。放我出去，你这个卑劣的人类！我问你答，有问题吗？问你休想从我这里获得哪怕任何一个字的情报，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哟，这么硬气，希望待会你还能保持这份硬气。我来到了那2个反复被车轮碾压的骷髅兵身边，小爱同学开着车退到了一旁，那2个骷髅兵立刻恢复了身体。然而我一记黑伞就抽了上去，那个刚刚复苏的骷髅兵的身体就彻底化作了虚无，原本身体的位置变成了一片漆黑，周围的空间缓缓地流淌过，填补了那一片缺失。但是那个骷髅兵却永远地消失不见了。旁边的那个骷髅兵见状，立刻又将恢复了大半的身体拆成了碎片，坍塌成了一堆碎骨片，缩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而那个骷髅船长更是灵魂之火狂跳，这些骷髅兵都是他的船员，和他一起中了神秘诅咒，如果诅咒不解除，他们都将永生不死。可是就在刚才，他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个骷髅兵的命运的丝线被斩断了，这让骷髅船长害怕起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走到骷髅船长面前，掏了掏耳朵，我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哦，那就先把你的那些手下叫回来吧，另外把浓雾收起来。这个得到船舱里去操控。那就过去。我叫来了2个自走机械，将骷髅船长搬了起来，走进了船尾的驾驶楼。在尾楼的最顶端是船长室，船长室里除了必需品之外，在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球。这个就是复仇公主号的核心控制装置，能不能把我的手放开？不然我没办法操控。把他的胳膊松开。阿雅对着骷髅船长伸了伸手指，束缚骷髅船长胳膊的寒冰就悄然消融。骷髅船长双手按到了水晶球上，一行行的各种各样的字符出现在了水晶球之中，楔形文字、甲骨文、腓尼基字母以及各种早起的象形文字，如同瀑布一样出现在水晶球表面。我感觉这个景象似曾相识。对了，虚数核心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发现本世界虚数核心，果然没错，果然是虚数核心，一定要将其弄到手。输入了几条指令之后，浓雾开始向着复仇公主号聚拢，没入了船体之中。而那些骷髅兵也纷纷放弃了自己的队伍，不甘地跟随浓雾回撤到复仇公主号上。他们虽然能够不死，但是脱离了浓雾覆盖的区域会异常的难受。大人，我已经照着您所说的做了。哦，我看你这个船只的操控方式好像和其他的船不太一样。这个水晶球是什么？巫术物品？这个我也不清楚。当我继任成为船长的时候，这个水晶球就摆放在这里了。具体是什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它的使用方法还是上一任船长告诉我的。那个船长日记呢？全民穿越公路求生，骷髅船长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道：“日记啊，我把里面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之后就都烧掉了。”烧掉了？很好，我对这艘船很感兴趣，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东西怎么操控吧。
好说好说，这个很简单的，您过来看，点一下这里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符号，在这里可以选择输入，只要写出这些符号，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死吧！骷髅船长猛的一点，从周围的墙壁里忽然冒出了上百个粗粗的管子，绿色的火焰从管子里喷了出来，直接将房间里的一切都包裹了起来，没有留下哪怕一丝死角。火焰足足喷射了1分钟才渐渐平息，原本设备齐全的核心控制室被烧成了灰烬，只剩下那个水晶球模样的虚数核心掉落在了地上，滚到了一堆白灰的旁边。过了一会，那堆白灰渐渐的隆起，随后复原成了一块块骨骼，最后重新拼接成了骷髅船长。哈哈哈，哪怕你拥有再怎么厉害的异能，在深渊之火面前，还不是要被烧死？然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由黑色光晕组成的圆球。就在骷髅船长准备看清楚些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光球忽然破碎，黑色的光芒消散，露出了里面的景象。我穿着一身电磁战甲，撑着一把黑伞站在原地，旁边则是穿着一身白色特战服的阿雅。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骷髅船长抱着虚数核心转身就想要跑，然而他连步子都没迈出去，就感觉到后背被什么东西砸中了。随后他就感觉自己与身体失去了联系，就连意识也开始消散。我捡起了掉落的那个虚数核心，水晶球外观没有一点损坏的样子，里面一行行代码不断的飘过，看起来和正常的虚数核心似乎没什么不同。之前他输入的代码你都记录下来了吗？指挥官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另外，船体拆解顺利，已经拆解出了数件符文装备，正在和其他的符文装备进行对比分析，对破解代码工作很有帮助。莉莉丝小姐对于收获很满意。还真的拆解出东西来了，去看看。我兴冲冲地来到了船舱之外，此时001正带着自走机械在船上大拆特拆，整艘船已经被拆成了一个空壳。对了，你们拆船没受到那些骷髅兵的阻碍吧？001指了指船舱，我顺着001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大群骷髅层层叠叠的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个白骨堆一般堆积在船舱的底部。只要不靠近，他们就堆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座海骨山一样。但是，一旦有自走机械想要将它们拉开，他们就会躁动起来，像是一群蜜蜂一样，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他们那里肯定有什么东西，要不要我把他们冻住？不用，你在旁边看着就好。如果他们有躁动再说。我自己则举起了黑伞，向着那群骷髅兵走了过去。看到我走过来，骷髅兵们躁动了起来，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看着我越走越近。那些骷髅兵也越发焦躁不安。等到我距离那些骷髅兵不足2米的时候，那些骷髅兵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3、4个最靠近我的骷髅兵向着我扑了过来，用手中的各种武器向着我劈了过来，而我则挥动着手中的黑伞左砍右打。他们砍中我，根本无法破防；当我砍中他们，他们却直接被打成了虚无，连骨灰都没留下，哪怕诅咒也无法将他们复活。在我接连干掉了几个骷髅兵之后，这些骷髅兵明白了，我绝对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但是他们所看守的又不是他们所能放弃的。众多骷髅兵互相看了一眼，随后那个由众多白骨搭建成的山丘塌陷了下去。我看不懂这些家伙在干什么，但是我本能的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要阻止他们。我急忙跑了过去，然而等到我来到附近的时候，白骨搭建的山丘已经彻底坍塌了下去，露出了下面的东西。那是一座由黑色石头砌成的池塘，直径不过2米，里面是一汪清泉，哪怕只是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里面的丝丝寒气。忽然手发迸溅，一个巨大的白色骷髅头从水潭里冒了出来。干一下老子，打死你！我被这巨大的骷髅头吓了一跳，反手一记黑伞打在了对方的脑袋上。1秒钟之后，我面前出现了一个骷髅头形状的黑色轮廓，就像是文件未加载出来一样。周围的空间开始缓缓向这片区域流动，填补缺失的部分。吓老子一跳！元素熔炉特殊装置，可抵充7级特殊配件，作用吸收空气之中的游离能量，以元素潮汐的方式进行工作，为各种符文设备提供能源。其能源可为元素生物当作生命力使用，只要能源不耗尽，元素生物将不会被消灭。这东西不错呀，怪不得那些家伙死守着这个玩意。我终于明白了，那些骷髅兵为什么会杀不死，为什么会死守着这里。原来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源，失去了这里，他们就都得死。我立刻叫小爱同学把车开过来，将这玩意加载到车上。因为是武力击败获得的战利品，所以可以无视等级需求直接加载。一道白光笼罩了车子，片刻之后，元素熔炉从原地消失，出现在了我的小型核反应堆旁边。一冷一热，2个设备交相辉映。快把这艘船彻底拆了，一点都别留下。又过了半个小时，巨大的盖伦船被自走机械彻底拆成了碎片，一大堆东西摆放在了我的面前。除了那个元素熔炉之外，自走机械们还拆解出了42门符文潜膛火炮，2面符文风帆，一个可以让船只潜水的船首像，制造迷雾的海洋雕像，以及刻满了符文的木板。将物资收到了仓库里，
我继续开着车在公路上行驶。我开着车向着港湾区前进，等到抵达港湾区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时分。此时，港湾区已经不复当初的辉煌壮丽，房屋倒塌，船坞损毁，码头和笕桥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就在我准备让自走机械下水，去寻找那些玩家掉落的青铜宝箱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阵阵飘渺的歌声。哪来的歌声？小爱同学能搜索到歌声的来源吗？在2点钟方向，直线距离1205米。我望了过去，我的头盔带有夜视系统，将那片区域的景物逐步放大。我终于看到了，在一个漂浮的航标灯上，一个人影正坐在上面，轻轻哼唱着歌曲，歌词我听不懂。走过去看看。打定主意之后，我向着目标飞去。等飞到了航标灯附近，我发现那是一条人鱼。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了警惕，我小心翼翼地绕到了正面。你是谁？人鱼一只手立刻握住了胸前项链上的一颗闪亮的珍珠，那珍珠闪烁着流光，隐约还能看到细密的金色符文，一看就不是凡品，就是不知道是武器还是防具。我是一个旅人，恰巧路过这里，听到有人在唱歌，所以过来看看。请放心，我没有任何恶意。我摊开了双手，让对方可以看到自己的手上没有任何武器，同时我也启动了电磁战甲上的声光催眠系统。原来是旅人吗？那你一定见过很多其他地方的风景吧？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我愿意用我的歌声和你交换。对了，我的名字叫锦瑟，你叫什么？全民穿越公路求生。锦瑟向着旁边蹭了蹭，想要让我也坐过来，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是坐在航标灯上，这东西本来就是浮动的，他的身体重心一偏，航标灯直接震翻了。不好意思，忘记了，这不是礁石。怎么了？受伤了吗？被那个老妖婆伤了一下，受了点伤，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锦瑟拨开了披散在后背上的栗色长发，在他光洁的后背上，竟然有一道1尺多长、深可见骨的伤痕。这样可不行，不好好处理的话，很容易感染。我那里有治疗设备，你要不要过来试试？好吧，那多谢了。跟我来。我在前面引路，将锦瑟引导到了岸边。看着岸边路基上的细密的碎石，锦瑟迟疑了起来。他可没有腿，想要上岸只能靠着鱼尾去跳。但是这岸上的碎石太多了，很容易割伤自己的鳞片。就在他迟疑的时候，一个自走机械推着一个小推车走了出来，小推车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澡盆，澡盆里放满了水。我帮着锦瑟跳进了澡盆里，自走机械调转方向，推着小车进入了车里。怎么感觉怪怪的？锦瑟双手抓着澡盆的两边，这种新奇的体验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很快他就被周围奇奇怪怪的设施迷花了双眼，左看看右瞧瞧，像是一个好奇宝宝。这个是什么？锦瑟指着一个奇怪的金属箱子问道，从里面飘出来一股熟悉的味道。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现在重要的是先疗伤。我推着小车加速向着治疗舱冲了过去。我总不能告诉锦瑟，这个箱子是用来做熏鱼的吧？而且里面还挂着不少熏制好的成品，天知道锦瑟看到这场景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了，进去躺好。这个我见过，这是人类的棺材，岸上的那些人会将尸体放进这里面，然后推到海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费了半天劲才打开，差点没把我恶心死。这真的是一个医疗舱，只是样子怪了点。最终我凭借着战甲自带的声光说服术，成功的让锦瑟躺了进去。这功能还真好用，如果能带着回到原本世界的话，用来卖货一定效果爆棚，说不定能混个销售冠军当当。一声微波炉的提示音响起。什么声音？本就万分紧张的锦瑟忽然听到异响，顿时变得更加慌张了，小脸变得煞白，东张西望，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没什么，正常的启动音，不要担心。我随手按下了自动检查键，一道白光笼罩了锦瑟，随后几条机械臂从里面伸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针线、剪刀、针管之类的东西。看着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慢慢的逼近自己，锦瑟很硬气的直接晕了过去。医疗舱的治疗还在继续，又是一声轻响，医疗舱缓缓的弹开，锦瑟迷迷糊糊的从里面爬了出来。我怎么睡着了？你刚才晕过去了。好了，那些都不重要，你感受一下身体状况如何，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进行第2次治疗。还真的不疼了。这件外套你穿上。我将一件黑色的外套拿出来递给了锦瑟。我不用这个的。这个是防止你背后的伤口感染的。这衣服是我让阿雅利用一件潜水服改的，能完美贴合身体，不用担心渗水问题。听到我的话，锦瑟听话的将衣服接了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还能适应，不过这些玩意是干嘛的？锦瑟看着胸前一块块凸起的陶瓷贴片，一脸好奇。那个是防御用的。莉莉丝职业病犯了，在潜水服上加装了2组防弹陶瓷贴片，根据她的计算，至少可以挡住鲨鱼的牙齿。为什么要挡住鲨鱼的牙齿？难道你不怕被鲨鱼追着咬吗？当然不怕了，
如果鲨鱼要是敢来咬我，我只要撑起泡泡，它就咬不到了。那个泡泡直径大概2米，晶莹透明。我用手戳了戳，表面软软的，凉凉的，有点像果冻。当我试图用力深入的时候，泡泡忽然变硬了，仿佛如同钢铁一样。很厉害吗？真的吗？也没有啦。对了，之前你说你是被人伤的，那个能伤你的人是谁啊？能伤到你，一定很厉害吧？是很厉害，他的真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都习惯叫他鬼夫人。鬼夫人，能详细说说吗？我捋一捋啊，鬼夫人原本并不在这里，她是去年才来到这里的，只不过她十分的难以相处，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只因为长着一张女鬼的脸庞，所以大家才都叫她鬼夫人。那你是因为什么招惹到她了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只是听说过她有一个水晶球，可以通晓过去，预知未来。我想要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就跑过去，想要向她求水晶球一用，看看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可是谁知道，我一提水晶球，她就忽然翻脸了，说我也是来窥探她的秘密的，然后就直接动手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就被她杀了。水晶球，听到这个名词，我连忙拿出了那半个虚数核心。是这个东西吗？你也有，你能帮我看看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吗？你确定我手上的和那个鬼夫人手里的一样？虽然我只看了一眼，但是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那么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的未来吗？抱歉，这东西并不能看到他人的未来，至少我手里的这部分不能。你能帮我找到鬼夫人在哪里吗？或许如果将2个水晶球融合在一起，也许你的愿望就能成真了。好吧，我带你去。不过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可以，不过你为什么对自己的未来这么执着呢？就不怕剧透之后被改变了吗？就是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才需要去改变啊。你看，如果我早就知道去鬼夫人那里会受伤的话，那我就可以提前规避了，这样就不用忍受受伤的痛苦啦。好吧，现在来带路吧。这个地图你能看懂吗？锦瑟甩着大尾巴，看着巨大的3D 地图啧啧称奇。哇，好神奇，就好像真的一样，原来这片区域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的位置，能辨别出来方位吗？要不要切换成水下视角？不用，这个视角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看看啊，往这边走，从这条水路过去，这里需要注意。不过你既然可以在路上行进的话，可以直接从这里穿过去，直接到这里就可以了。原来在第2航道附近吗？走过去看看。小爱同学调转了方向，向着锦瑟指点的方向开了过去。全民穿越公路求生，锦瑟趴在车顶，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的景物。就在快接近那片区域的时候，忽然远处的天空中爆发出了一团橘色的焰火，随后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有战斗？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有人捷足先登了？我连忙将 RQ-180无人机派了出去，准备查看一下情况，同时车子也立刻加速，向着那边开了过去。很快，无人机就发回了情报，在一处水面上，一艘巨大的楼船停泊在水面上。楼船巨大无比，长约100米，宽也有数十米，体型堪比无畏舰，但通体却是由木料制作而成。楼船上雕梁画栋，一座座结构精巧的楼宇错落在楼船之上，而楼船的舰首位置则是一个巨大的龙头，龙头惟妙惟肖，还蕴含着某种神韵。在楼船的对面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鬼，不是一个鬼面，而是3个鬼面。为首的鬼面高约10米，不见身体，头发花白，面容苍老，是一个老妇人的形象。在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鬼面，这2个鬼面相比较为娇小，但也足有2米多长，同样不见身体。这2个鬼面与老妇人相比，更加像鬼而不是像人，都是青面獠牙，长舌环眼，仿佛地狱中的厉鬼一般。此时楼船之中，一个身穿青衫的男人从楼宇之中飞出。鬼夫人，实不相瞒，我们就是为了那个水晶球而来的，只要把它交给我们，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果然是你们这群贪婪的家伙，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鬼夫人大吼了一声，张开了大嘴，吐出了大量的虾蟹。这些虾蟹一沾染了水，立刻活了过来。不光活了过来，这些虾蟹双手一按水面，一把把寒冰做成的短刀、长枪就出现在了他们的手上。获得了武器之后，这些虾兵蟹将纷纷向着楼船冲了过去，喊杀声不绝于耳。雕虫小技！他长袖一挥，水面之上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这些漩涡迅速升起，形成了一个个水龙卷。给我去！那些虾兵蟹将躲闪不及，被水龙卷冲了个七零八落，有不少直接被巨大的水龙卷卷上了高空。6丁6甲，结阵成兵。青山人单手一扬，
一大叠白纸被撒向了空中，那叠白纸在空中陡然变成了一个个身穿铠甲、手持利刃的重甲武士，争先恐后的向着鬼面夫人冲了过去。鬼面夫人一张嘴，一团白色的烈焰从口中吐出，白色烈焰瞬间吞没了那些纸人，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化作了灰烬。吞噬了纸人之后，那白色的火焰并没有停止，是继续向前席卷去，看样子是要将楼船也一并消灭。哼！剑手龙头忽然大嘴张开，一股赤红色的火焰从龙口之中喷出，这赤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火焰撞击到了一起，升起了10多米高的烈焰。随后两团烈焰互相死死地顶住，都试图将对方覆灭掉。可是两者的力量相当，一时间谁都无法将对方消灭掉，僵持在了原地。好厉害，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人，就是不知道是原住民还是敌对的玩家。这两方你认识吗？那个鬼脸就是鬼面夫人，至于那艘大船，我不认识也没见过。难道是玩家？鬼夫人驱动着身边的2个鬼面，准备去将对面的青山人干掉。然而就在这时，他们的头上却传来了一阵阵的异动，双方急忙抬头观看。这一看，顿时把双方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在他们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把巨大的长剑。这把长剑周身电光缭绕，一道道紫色的电弧将长剑包裹起来，宛如雷狱将士一般。一个身穿白色盔甲的人站在长剑之上，迎风独立，身上同样电光缭绕，仿佛雷神降临。雷霆盖世，助我除妖！我单手提着黑色雨伞向下一指，脚下的雷霆长剑瞬间调转方向，向着下面的鬼夫人直射了过去。鬼夫人两侧的鬼面见状，连忙张开大嘴，吐出了大团的黑气。那些黑气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黑色巨蟒。巨蟒张开大口，向着裹挟着雷霆的长剑咬了过去。忽然，从那雷霆巨剑之中掉落了一大堆易拉罐大小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全都落入到了巨蟒的周围，随后轰然爆炸，一团团电光在黑色巨蟒的身体中，大片大片的紫色电光击中了黑色巨蟒，接连不断的攻击让黑色巨蟒的身体差点晕，颜色也变得暗淡起来。那2个鬼面一见，立刻长大了嘴，顶着很多的黑气注入到黑蟒的体内，试图稳住黑蟒。然而此时，那把倒悬于天空之上的雷霆巨剑忽然裂解开来，伴随着一阵阵的嗡鸣声，变成了一把把汽油锯。那些汽油锯裹挟着电光，分成2组，向着2个鬼面冲去。那鬼面发现自己中计了，连忙中断了攻击，将黑雾集结周身，在身上凝聚成了一层黑色的甲铐，哪怕汽油锯用高压电流攻击，一时半会也攻不破。看到这面难以打开局面，我心中一动，控制着那些汽油锯转头攻击鬼夫人的形态是虚体，汽油锯击中对方之后，直接扑了个空，就像是击中了一团虚影一样，直接从对面冲了出来。哈哈哈，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原来不过如此。我就是站在这里，你能奈我何？我看到屏幕上的指数时，心中一动，因为根据指数，被攻击后，鬼夫人身上的能量指数明显下降了一些。电流对这种类似灵体的生物也有攻击效果。为了验证猜测，我指挥着众多汽油锯再次携带着高压电流穿过了鬼夫人的身体，屏幕上的能量指数果然又下降了一些。我早就说过了，你的攻击对我没用的，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等我杀了这个难缠的小子，立刻就来解决你。鬼夫人的嘴张得更大了，口中的白色火焰更加凶猛，一时间竟然压得青山男子抬不起头来。呵呵，看来本座还是小看你了。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那就让你看看本座的真正神通。我一边说着，一边拔高了飞行高度，同时通过通讯器呼叫火力支援。难道这家伙还真有什么隐秘的绝招不成？他身边的那2个鬼脸也严阵以待。然而他们几个盯了一会，发现我屁都没憋出来，心中又升起了一丝疑惑。这家伙该不会是在瞎咋呼、乱吹牛吧？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呼啸声。他们扭头一看，数十枚弹头呈三角体的导弹从远处袭来。下一秒钟，这些导弹就在他们身旁突起爆炸，剧烈的火焰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直径10多米的巨大火，直接将鬼夫人和2个身旁的鬼脸袭了起来。火龙卷不断的提示着包裹的一切，鬼夫人和鬼面都发出了惨叫。火龙卷渐渐消散，那2个鬼面已经消散，而鬼夫人的身体也变得几乎透明，身体摇摇欲坠，一副随时要支撑不住的样子。在他身体的正中央，一个水晶球悬浮在半空中，散发着淡金色的光芒。果然在他的身上。而楼船上的青山男子也看到了水晶球，他眼睛一亮，双脚一点龙头，飞身向前扑过去，看样子要夺取水晶球。就在青山男子的手就要触摸到水晶球的一刹那，一把汽油锯从旁边横冲而过，直接将水晶球抢走了，只留下青山男子在原地凌乱。青山男子满脸的问号，明明距离成功就只差那么1毫米了，可是一转眼的功夫，一切都成了空。
明穿越公路求生，鬼夫人发现自己水晶球不见了，顿时像是疯了一样，她猛地张开了巨口，向着青山男子咬了过去。闪开！青山男子单手一点，一个巴掌大的葫芦从袖口里冒了出来，那葫芦滴溜溜转了几圈，变大了数倍，向着鬼夫人吐出了熊熊烈焰，伴随着几声惨叫，鬼夫人彻底烟消云散，干掉了鬼夫人。青山男子抬头仰望着飞在半空中的我，这位朋友，那枚水晶球是我们家的家传之物，不慎被这鬼夫人盗走了。这东西对我们家来说关系重大，还请割爱送还，在下必有重谢。明和，都是巴别塔的人，这套说辞就别拿出来了。虚数核心就虚数核心，还家传之物，笑死了。我刚才之所以没有出手攻击青山男子，完全是因为看到了对方袖口的巴别塔标志。出于谨慎考虑，我给对方拍了张照片，发给了爱丽丝确认。听到我叫出了她的名字，明和的气势顿时顿住了，胸口一口气差点没吐出来。他万万没想到，居然是组织内部的人抢到手了。好的，我认栽了，这个半个虚数核心归你了，告辞。说着，明和启动了楼船，一座巨大的光门出现在楼船之上，楼船开始缓缓地向着光门驶去。明和兄，这是要去哪里？任务失败了，自然要回归。这只是半个，还有半个可是落在了绯红女神玩家的手中，你就这么甘心离开？留在这里，说不定还有机会抢到剩下的那半个的。你会这么好心的告诉我这个信息？到时候怕不是又被你摘了桃子，剩下那半个虚数核心，你自己去找吧，恕不奉陪，后会无期。明和站在龙头之上，跟随着巨大的楼船消失在光门之中。真不可爱，虽然没有借上力，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获得本世界虚数核心。我带着众多飞天汽油具回到了车里，刚进入指挥室，景色就甩着大尾巴蹦到了我的面前。能帮我看看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吗？你会吗？我怎么可能会？这是我第2次看到他。巧了，我也不会。其实不知道未来也挺好的，这样才可以充满希望，不是吗？你怎么过来了？我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4点，按道理正是阿雅睡得最熟的时候。睡不着，出来转了一圈，走吧，我带你去生态园看看，那里有个温泉，我猜你一定喜欢。阿雅说着拉起了景色的手，另外一只手向地面一指，一道1尺宽的冰面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景色站在冰面上，身体左扭右拐的被阿雅拉着向前走去。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阿雅小姐在异能上和锦瑟小姐聊得很投缘，双方交换了不少心得。阿雅小姐已经初步掌握了锦瑟小姐的水泡术，正在熟练中。还有这种好事？我没想到锦瑟居然还能被这么薅羊毛，既能让阿雅提升实力，那没什么说的，一定要招待好了，伺候舒服了，羊毛才能剪得更顺利吗？送个果盘过去，顺便带上奶茶、果汁和红酒，喜欢什么就全面供应，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小爱同学按照我的吩咐去安排了，旺财亲手做的半米多高的巨大果盘，刚刚调好的珍珠奶茶、红豆冰沙、冰凉的葡萄酒，再在温泉池子里一泡，别提多舒服了。小美人与景色哪里见过这等阵势，陷入温柔乡之中无法自拔。两人在温泉之中互相探讨异能的使用心得，互相印证之下，都感觉自己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双方的关系急速升温，一副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此时，我手中则拿着2个水晶球，这2个东西该怎么合在一起？难道要融化了，然后倒在一起，再凝固？我拖着2个水晶球比划着，2个水晶球互相之间擦了一下，2个水晶球瞬间亮了起来，发出了嗡鸣声。有反应了！我兴奋起来，连忙将2个水晶球靠到了一起。2个水晶球靠在一起后，就像是融化了一样，两者缓缓地漂浮了起来，相互吸引着转圈。随后，大量的符文从圆球内部冒了出来，包裹在水晶球外围，如同一道道丝带一样。而我则感觉到脑子里多出了一些碎片。惊愕之下，我急忙查看这些碎片。经过我一一翻看，我发现这些碎片大多是一些凌乱的符文，虽然里面的大部分我都没见过，但是我却能清楚地知道这些符文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我能看懂这些符文的意思了。我脑海里的这些碎片大多都是一些杂乱的代码碎片，不过当我翻看到最后一块碎片的时候，愕然发现这竟然是一段完整的代码。黑莲战斧。当最后一个音节结束，我背后的那把黑伞竟然自行飞了起来，伞面撑开，层层叠叠，宛如一朵黑色的莲花盛开。我连忙止住了黑伞，将其抓在手中收了起来。那段代码已经将后续的发展告诉了我。黑莲上的每一片花瓣都会根据我的锁定去攻击敌人，攻击效果等同于用黑伞去直接攻击，只不过攻击范围有限，只有100米左右。我这是100米之内无敌了。不过当我一想到高高在上的半神，心底又虚了起来。小爱同学，你刚才获得符文的知识了吗？
我刚才发现周围忽然散播出了不少符文知识，都被我收集起来了。这次收获很大，对破译有很大的帮助，很快就能有成果出现了。这时，莉莉丝推开大门走了进来。你们刚才又在搞什么？我就睡个觉的功夫，一大堆知识忽然钻进了我的脑子里。真的吗？太好了，有什么收获吗？你是想要累死你可爱的女儿吗？小心我告你非法使用童工！我正在整理获得的知识，具体成果还要等一段时间。对了，拿来。什么？当然是你获得的知识了。别告诉我你靠得这么近，一点收获都没有，快点交出来。好吧。我将脑海之中的符文知识一点一点的写了出来，刚刚写完就被莉莉丝带走了。临走，莉莉丝还顺走了那个刚刚形成的虚数核心。你都拿走一个了，拿这个干嘛？当然是做对比试验，有了对照组，很多试验就可以做了，终于可以放开点手脚了。虚数核心应该很结实吧？应该不会被玩坏吧？指挥官，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去中心区看看，争取在大混战开启之前多弄点物资出来。对了，之前在港区捡的那些宝箱呢，都给我拿来，我要体验一下开箱的快感。自走机械们立刻把堆积在仓库里的宝箱都堆到了我的面前。看到如山的宝箱，我搓了搓手，开始了开箱之旅。朗姆酒、换机根、手指、垃圾、仙女棒，这些家伙怎么什么都往身上带？玩具手铐。我一边开宝箱，一边被丰富的物品品种惊呆。我甚至从一个宝箱里开出了一个完整的木乃伊标本。最离谱的是，游戏提示给出了分类注解是药品。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忽然宝箱之中冒出了一道金光。金色传说。